站在台湾忠烈祠的士兵牌位前，81岁的莫文彪终于和父亲有了第一张合影。我是孙春龙，一个打扫战场的人。2018年，我带了8个白发苍苍的孩子到了台北忠烈祠，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他们来这里只为一件事：祭奠在抗战时牺牲的爸爸。向革命先烈以阵亡将士灵位行3鞠躬礼。台北忠烈祠的前身是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护国神社。1945年台湾光复后，护国神社被改建为忠烈祠。1949年，国民政府将抗战将士名册及牌位迁至台北忠烈祠。台湾每年春秋在忠烈祠进行大祭，等点有一队换岗，家属来祭拜，工作人员会把牌位请出来，单独摆在公桌上，庄严又细致。对于这些孩子来说，他们的父亲虽然埋骨大陆，但这里更像是能触及到父亲灵魂的地方。87岁的饶玉秀是所有孩子里年纪最大的，他的父亲饶国华是145师师长，1937年在南京保卫战中自杀殉国，年仅43岁。黄岳武的父亲黄启东是新编23师的少将参谋长，1938年山东菏泽保卫战中，为了掩护战友和百姓撤退，与日寇拼刺刀牺牲。那一年，黄岳武仅有7个月大，连爸爸的模样都没能记住。我见着我的亲人了。84岁的李如灿，他的父亲李纯玉是一名参谋，于湖北抗日阵亡。父亲牺牲那年，他只有6岁。申学义的父亲申天增，1938年12月在陕西渭水以身殉国，全尸覆没。申学义从小就追问我的爸爸去了哪里，母亲除了抹泪无从作答。孔百年是替爸爸来的，他的爷爷孔雍是著名抗日将领，1939年负伤被俘，宁死不屈，被日寇残忍杀害。那年儿子孔祥宗才16岁。后来孔祥宗继承父亲遗志，参加青年远征军，本想前往忠烈祠祭拜，却因身体抱恙无法成行，只得让儿子孔百年代行。陈家祥的爸爸陈中书是第60军的一名旅长，1938年4月在台儿庄战役中牺牲，那年陈家祥只有5岁。最年轻的女儿张亚杰时年76岁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她都以为爸爸是个坏人，可妈妈总说爸爸是英雄，这种割裂感让她困惑了大半辈子。他给我写的那个遗嘱就是说，我死了以后不要骨灰，用个小纸盒装一点骨灰就行了，撒到你爸爸牺牲的地方，就是常德公墓的花木丛中。他当时跟我是这样交代的。妈妈走后，张亚杰带着不解开始探寻爸爸的一生。他的父亲杨维军是河北沧州人，常德会战期间任57师169团一营营长。张亚杰找到了曾在团内做文书工作的幸存抗战老兵吴荣凯。吴荣凯向张亚杰描述了他眼中的杨维军，身高1米8几，力气大，肉搏起来不要命，在心理上气势上给日军很大的威慑力。在常德会战中负责守卫常德城东大门，最初上战场3战3捷，可敌我兵力悬殊太大，不久后部队弹尽粮绝。杨营长为了抢夺一把机枪，身中数弹，于常德保卫战中壮烈殉国。这个全部有保证的阿基的，他也不管后头的这个枪遇和纪念啊，他刚才张就飞起就跑，身上严重3枪。张亚杰终于读懂了母亲，如果一个为抵御外辱而殉国的父亲不是英雄，那么谁是？他完成了母亲的遗愿，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常德公墓的花丛中。张亚杰想起母亲遗物中无数封思念丈夫的信，以及一张老照片，那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母亲带着他在常德抗战阵亡将士公墓里找到父亲名字后的合影，这也是他们全家人唯一一张全家福。1986年，他再去那所公墓，爸爸的痕迹已经一点不剩了。在台北忠烈祠，张亚杰看着父亲的牌位伏在工作人员肩上，痛哭出声，哭自己曾经的误解，哭父母的一生，
更顾爸爸的牺牲。8个孩子中，只有莫文彪的父亲莫少华不是军官。莫少华曾是保长，送众多乡亲奔赴前线，自己也毅然从军。同去的乡亲们从战场回家后，告诉莫家人，莫少华因为不愿意当逃兵，阵亡在了江西，尸骨无存。莫少华的妻子一个人辛苦拉扯4个孩子长大，临终前把用白布层层包裹的抚恤令郑重地交给了孩子们，那是他能给孩子们留下的关于孩子爸爸唯一的念想。莫文彪的2个姐姐已经不在了，他和哥哥商量好，他先去台湾找爸爸，等到下一年换哥哥去。性格腼腆的他，一路上话虽然不多，但我能看到他眉眼间的期待。祭拜的时候，莫文彪只能对着一个写着笼统称为士兵、士官、烈士之临危的牌子。他在牌位前读了一篇自己写的祭文，然后用很小的声音和爸爸说话，我没听清他在说什么。这个年过80的老人没有哭，可我就是能感受到他心里那股淤积了几10年的悲痛。接待我们的军官王惠民看出了莫文彪的落寞，他说不论是将军还是士兵，都是国家的英雄。这句话让同行的8个孩子纷纷落泪。王惠民挨个抱住他们，这些平均年龄超过70的老人伏在他的肩膀上，哭得像6、7岁的孩童。我们做对的事，把对的事做好，这是这个时候年轻的事。这样。离开忠烈祠的时候，莫文彪迟迟不肯上车。我们催了他几次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是布依族，按照族里的风俗，人死在外面要用家里的米撒在回家的路上，给亲人招魂。我赶紧告诉他没关系，我们等你。他一听，高兴得像个孩子，快步跑回忠烈祠，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米，一边往天空撒，一边低声言语，呼唤爸爸跟着他回家。这个简单而又神秘的仪式让人心生敬畏。仪式做完，莫文彪让我帮他和爸爸拍张合影。他把手轻轻搭在那个木质牌位上，就像搭在爸爸的肩膀上。这是81岁的莫文彪离爸爸最近的一次，虽然牌位上没有爸爸的名字，但这是他能从宏大的历史里找到的为数不多父亲存在的证明。父亲的尸骨早已无处可寻，至少他的灵魂还有归处，而他作为儿子，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下跪、可以诉说的地方。返程的路上，在每一个站点，甚至是每一个拐角，莫文彪都会拿出一把米，轻轻撒在地上。我忍不住问他，在忠烈祠的时候，你一直在跟爸爸说话，到底说了些什么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声音有些沙哑地说，我告诉爸爸，我年纪大了，这是我第1次来看您，也是最后一次了。听完这句话，我鼻子一酸，说不出话来。更让人遗憾的是，就在第2年，莫文彪的哥哥也去世了，终究没能完成去台湾找爸爸的心愿。这些白发苍苍的孩子，穷尽一生，不过是想知道爸爸去了哪里，能有一个地方向爸爸下跪，诉说半生的思念。在我们筹建为爱止戈公益中心前，我就想，我们必须设计这样一个地方，给这些孩子们和后代一个慰藉，也告诉所有前来参观的人，我们从来没有忘记他们。从2026年我们场馆对外开放起，几乎每周都有孩子们带着先辈的照片奔赴而来。一张旧照，一声迟来的呼唤，我们来接你回老家进欧了。一次跨越岁月的祭奠，他们寻的不只是亲人的下落，更是一段不容被淹没的家国记忆。我们找到了他的帽徽。我爸爸临终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爷爷。你咋了？要回家了。